今天这支影片带大家来到的是萨尔兹堡。这个地方最知名的就是它是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出生地，除此之外，它也是电影《真善美》的取景地。位于山上的萨尔兹堡要塞更是创下了900多年来从未被外来军队攻破的纪录，有着不破之城的封号。想知道这么具有特色的城市有什么好吃好玩的，那就继续看下去吧。来到萨尔兹堡的游客几乎都会购买萨尔兹堡卡，除了可以搭乘当地所有的交通工具外，也有许多主要的景点跟博物馆的单次入场，是非常划算的票券，有分成24、48、72小时的3种版本，只要你会停留1天以上就非常的适合划算。也有 APP 的数位版本，但因为我们想要实体的卡片，所以选择现场购买。车站兑换处6点就下班，因此除了在车站之外，各大饭店大厅也都可以购买，即使你没有住在那边。像我们就是在车站旁边的 H Plus Hotel 买的。从车站搭公车前往旧城区的路上，很快就会经过米拉贝尔宫，建议下车去著名的米拉贝尔花园看看。参观花园不用门票，花园的设计对称且整齐，中间有喷泉跟雕像，这里也是电影《真善美》的经典场景之一，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？米拉贝尔花园走出来，马上就会抵达莫扎特故居。不过我们来的这天这里没有营业，所以我们就继续搭车前往旧城区的莫扎特出生地。外观是一栋很显眼的黄色建筑。莫扎特在这边出生，度过童年时光，现在已改建成博物馆。内部陈列了当年的手稿、乐谱等个人物品，还有他小时候使用过的小提琴跟钢琴。纪念品商店还有卖印有莫扎特形象的直笛，买去给小学生，不知道音乐考试会不会都得100分。离开莫扎特出生地后，可以在旧城区的格特莱德街好好逛逛，附近马上就会看到一间莫扎特咖啡厅，但其实它只是在莫扎特出生地附近而已，跟莫扎特本人也是没有关系。不过看起来小小的店面，楼梯上去后却是别有洞天，座位数量非常惊人，营业时间也很长，是个蛮适合逛累坐下来休息的地方。在格特莱德街这边还有一个著名的小吃，那就是巷弄中的热狗堡，烤得酥脆的白面包夹着2根香肠，并撒上洋葱、香芹、咖喱等辛香料，是几乎每个造访萨尔兹堡的游客都会来上一个的美食。吃起来的确香气非常诱人，尤其在寒冷的天气吃热腾腾的食物更是幸福。但是现在一个5.9欧的价格确实有点太贵了，让它的推荐程度降低不少。在旧城区走一走就会抵达主教区。使用萨尔兹堡卡可以到圣彼得教堂博物馆免费参观，这边收藏了许多中世纪的宗教文物跟艺术品，建筑融合了罗马和巴洛克风格，内部的装饰华丽，有许多相当厉害的天花板壁画，而且这个博物馆是和主教座堂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在参观的时候可以从2楼后面看到主教座堂的全貌，就不用另外花钱进去主教座堂里面，又省了一笔。当你从主教座堂出来后，你一定会被这个站在金球上的男人吸引目光。在他的前方就是鼎鼎大名的萨尔兹堡要塞。这座要塞位于城市的制高点，有着900多年以来完全没有被敌军攻破的记录，可谓是传说中的不破之城。但这其实是被美化过的结果。拿破仑战争期间，萨尔兹堡要塞选择了不战而降，因此才得以保有没有被敌军攻破的记录。使用萨尔兹堡卡可以搭乘缆车直接上去到要塞。一上去就可以清楚看到整座城市的全貌，视野非常的好。现在要塞本身也变成了博物馆，讲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，以及展出许多中世纪的武器、盔甲、火药等等。我觉得是个蛮有趣的展览，值得花点时间上来看看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到旧城区的另外一头的萨尔兹堡现代博物馆，使用萨尔兹堡卡可以免费搭乘僧侣山电梯直接上去。虽然这边没有要塞那么高，但看夜景倒是非常适合。
城市的灯光、路上的行人以及车水马龙的街道都相当的清楚，即使不去现代艺术博物馆，也应该要上来一下。隔天一早，我们搭乘巴士来到城市郊区的温特山，这里是奥地利跟德国的交界，一样可以用萨尔兹堡卡搭乘缆车到达山顶，而且这趟缆车的价格就几乎跟萨尔兹堡卡的价格相同了，非常划算。这座缆车的特色是在10分钟左右的时间带你来到海拔1776公尺的山上，原本平地还有些绿意盎然，结果到了山上就突然变成了白雪皑皑的世界。通常上来以后还可以步行约30分钟到达山顶的十字架，不过我们来的这天风雪实在太大了，所以我们走到一半就决定打道回府。看别人的影片，天气好的时候上来是真的非常的漂亮，他们也有提供山上的即时影像，如果不确定山上的天气如何，也可以先打开网页看看。回到了城市以后，我们趁着萨尔兹堡卡的时间还剩下一些，决定来点大人的行程，跑去当地有名的啤酒工厂，当然也是凭卡免费参观的。不过这边的解说就真的偏无趣一点，但重点是参观人出来以后，可以领一瓶他们的啤酒回家，现场还会给你试喝一杯特别的精酿啤酒。而且根据我们的观察，可能冬天来参观的人比较少，这边的服务人员非常的热情，你如果愿意跟他聊天的话，他也会给你试喝其他你想喝的啤酒，是非常推荐酒鬼来的地方。玩的部分讲完了，接下来来说说吃的部分。这边推荐3间餐厅，第一间是位于旧城区的中心，是拥有近500年历史的传统奥地利餐厅。我们点了奥地利常见的松饼汤以及他们的招牌炖牛肉，在菜单上特别写了这是小镇最好吃的炖牛肉。虽然奥地利人很喜欢在各种层面上争第一，但这炖牛肉真的很有水准，软嫩的牛肉加上浓郁的酱汁，令人回味无穷。最后我们还点了萨尔兹堡的传统甜点，用打发的蛋白霜送进烤箱烤至微焦，里面保持蓬松湿润的口感，再撒上糖粉，通常搭配冰淇淋或者覆盆子酱，是个甜到令人难忘的料理，也有浓郁的鸡蛋味，怕担心味的人可能不太能接受。传统上会弄出3座山峰，象征围绕在萨尔兹堡的3座山，而糖粉则代表山上的白雪，所以其实分量蛮惊人的，至少要2到3个人才有办法吃完。这边提供的是只有1座山的迷你版，蛮适合尝鲜看看的。第二间餐厅是靠近米拉贝尔宫的亚洲厨房，看起来是有几个中国年轻人开的店，有提供单点跟吃到饱，吃到饱1个人是20欧，不用绑饮料，也不收服务费，消费方式也很亚洲。如同店名，吃到饱菜色其实就是泰式、日式跟中式的自助餐菜肴，也有甜点跟冰淇淋，炸物跟炒物居多。虽然吃起来就像欧美的亚洲菜既定印象差不多，偏油但还可以接受的程度。不过他们的酸辣汤倒是意外的很好喝，就算不是吃腻了奥地利菜，在奥地利仅凭20欧就可以真正意义上的饱餐一顿，也是蛮不错的，非常推荐晚餐来吃。最后一间也是亚洲料理吃到饱，这间位于车站附近，整体走的是更高级一点的日式料理 buffet， 不是因为我们热爱亚洲菜，而是这餐是相隔8、9天后再度回来萨尔兹堡拿背包时吃的。晚餐1个人是36欧左右，饮料费用是单点的另外计算，没有用餐时间限制，使用平板点餐，所以每道菜来的时候都是热腾腾的，也有比较多的生鱼片跟寿司的选项，而且食材的品质意外的还算不错，鲑鱼的油花也蛮漂亮的。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的炸虾，我觉得甚至比在台湾的多数餐厅吃到的都还好吃，这间真的大推。另外我们还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因为每份餐点上来都是小小份的，所以餐厅内的亚洲人都会一次点好几样想吃的东西，桌上就会摆满一整桌食物，而他们当地人一次只会点1个餐点，然后菜上桌后，2个人就悠悠哉哉的吃完那盘，之后再慢慢看下一盘要吃什么，吃饭的风格差异非常大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这边的吃到饱都是不限时的原因。以上就是这次的萨尔兹堡游记啦，这个城市很适合安排个2到3天到处走走看看，而且一定要买萨尔兹堡卡，真的可以省下超多钱的。不管你是喜欢历史、艺术或是文化，都可以在这边找到想要看的东西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